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阳明心学与中国文化。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说到，阳明心学呈现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人格独立和自我觉醒的叙事，它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知识、物质条件或者人际支持，而是鼓励人们通过内在反省、直觉洞察与精神修炼，就能摆脱烦恼，实现稳当快活的心理境界。因此，阳明心学在中国的各种企业培训、国学课程、成功学讲座都屡见不鲜。然而，我们也指出了阳明心学的两个矛盾和诡异的地方。首先，这种看起来相当弘扬人的主体性的理论，为什么会产生在明朝这样一个空前专制和压抑的时代？另一个矛盾的点，则是阳明心学一方面强调万物一体之人，但王阳明本人却是一个相当毒辣阴狠的将领。他在镇压民变时表现出了格外残酷和强硬的作战风格，即使以中国古代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是比较低的。王阳明还大力推行连坐法束缚民众，而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此心光明的自我感觉。正如我们在上期视频所总结的，王阳明的思想与他的行为并非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他的思想与行为完全是互相支持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要从他的理论本身出发才能理解。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这条思想路径其实是一条不断内卷、不断自我封闭的道路，它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缩影。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先来聊聊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我们知道，黑格尔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基本评价，那就是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这个观点当然有非常合理和深刻的地方，然而从细节来看，中国文化显然也不是一成不变，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都有着一条鲜明的演化和发展轨迹。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中国文化如同一个巨大的操作系统，当这个系统开始崩溃时，维护者没有寻找整个架构的根本问题，而是不停地打补丁，结果系统变得越来越臃肿和僵化，到最后要实现对系统功能的优化已经非常困难，不论怎么改动都无法扭转局面。再打一个比方，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同一个趋于崩溃的生态系统，当这个系统遇到小规模危机时，原本的负反馈机制还可以调整和修复问题，整个系统还处在开放的状态。然而当问题越来越多，系统丧失了应对问题的工具和资源，结果只能是用正反馈的方式不停地强化既有模式，最后使整个系统丧失了灵活性，越来越陷入癫狂和失控的状态。儒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理学是宋代儒家学者的创新，因此又被称之为新儒家。这个新儒家其实就是给中国文化这个系统打的一个巨大的补丁，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可以视为这个补丁的衍生版。那么理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危机源头，也就是秦汉时代开始讲起。我们说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都奉行的是秦制，也就是由秦朝创立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制度虽然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然而要真正贯彻这个原则却面临巨大的困难。皇权需要整合各种复杂的政治势力，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同时还要保持皇权的至高无上，这需要一连串更加精细的制度和文化创新。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看，最初版本的秦制还是太原始和粗糙了，它主要依靠的是军事征服和严刑峻法来压制六国的，却缺乏一种足以调和中央与地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润滑剂。秦国对六国就贵族的策略是迁徙、打散和监视，而非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吸收与整合。与此同时，秦国毫无节制地汲取和动员社会资源，也引起了六国人民对秦国强烈的仇视，最终导致了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民变，而覆灭秦朝最直接的力量正是以项羽、刘邦为代表的楚国势力。汉朝的合法性建立在对暴秦的反抗之上，然而汉朝在制度上却仍然承袭了秦制，秦制并没有被打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获胜。
这是因为汉朝制度的设计者，比如萧何等人，本来就是秦朝的官吏。刘邦进入关中后，接收了秦朝的各种档案文书，因此在关中地区很快恢复了秦制，并汲取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这是刘邦虽然屡战屡败，但最终能打败项羽的关键原因。因此，虽然汉朝在政治宣传上大力批判秦朝，但在具体制度上却是朝着秦制回归。然而，为了避免秦朝的命运，汉朝皇权仍然需要在暴力机器之外，构建一种更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意识形态。最终，汉武帝挑选了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将儒家思想神秘化、神学化。在汉朝建国之初，各诸侯王在劝进刘邦称帝的文书中，并没有提到天意，只是强调刘邦的功劳和德性更高。也就是说，刘邦的皇权来自现世的功绩。而董仲舒则将汉朝皇权从受命于人改成了受命于天，用虚无缥缈的神意和天意来取代真实存在的人意，这种天意是容易被操纵的。董仲舒还向刘彻宣扬天人感应，就是说君主不施仁政会导致上天降下灾害，意在提醒君主反省，这就给了官员和知识分子借助自然灾害批评皇帝的理论基础。由于这套理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随意解释，因而它既能够神化皇权，也容易被政治对手用于夺权。汉代的皇权后来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固，皇帝缺乏制度化的辅政机制，还需要轮番借助外戚、宦官、士族维持统治，但这本身导致了皇权遭受了巨大的挑战，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是一连串的乱世，也是皇权相对退缩的时代。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原是曹魏为了解决汉末察举制的混乱，试图建立一种官员选拔的规范机制。该制度本意是让各地推举德才兼备之人进入中央政权，但实际很快就被世家大族垄断。比如在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便世代把持中央朝廷，垄断官职，形成了对皇权在事实上的分权。与此同时，由于连年战乱和朝廷的横征暴敛，大量平民逃亡，投靠世家大族的庄园。豪门士族不但垄断了人事权，还掌握了庞大的土地与人口资源。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贵族共和式的权力结构，皇帝往往要靠妥协来维系与士族的关系，皇权因此相对弱势。然而，这种秦制的退缩是暂时的。在这个旧结构中，一个新的恢复皇权的力量开始浮现，那就韩族将领对军权的掌控。比如东晋末年的刘裕，他出身寒微，却凭借对北府兵的直接控制，击败桓玄等传统世家，扫清了门阀最后的残余势力，建立了刘宋。刘裕的夺权本身是秦制逻辑的复活，他不依赖名门资历和声望，而是依赖对军队的控制力。刘裕还开启了韩人掌机要的政治格局，这是秦制的一项核心原则，那就是皇权与出身低微的韩族建立政治联盟，共同对抗世家大族的权力垄断。韩门的政治命运不得不与皇帝绑定，他们没有独立于皇权的资源、背景和名望，必须依赖皇权施予的恩惠才能生存和晋升。这在独裁体制中是一种很常见的人事制度。此后，整个南北朝至隋唐的政治格局中，寒门和庶族不断进入中枢，逐渐替代了门阀贵族，成为皇权的支柱。秦制在经历了魏晋时代的中断之后，在以刘裕为代表的韩族手中被重新修补和激活了。到了隋唐时代，一系列巩固和强化皇权的显性制度逐渐成型，州郡官吏的任命权重新被收回中央，在中央层面设立三省制度，中书省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诏令，门下省审核，在经皇帝批准而交尚书省执行的结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政府宰相，他们相互制约并对皇帝负责，避免任何一股文臣力量做大。当然，相比后世，三省制度对皇帝也有一定的制约功能。再比如，皇帝通过掌握中央禁军的方式控制国家中枢，从而保证最高权力为皇帝所掌控，这鲜明地体现在了唐代的各种政变中。然而，尽管唐朝有这样多加强皇权专制的举措，却仍然没有遏制住政治衰败。安史之乱后，
朝廷不得不依赖地方的节度使组织军队镇压叛乱，结果使节度使尾大不掉，最终造成藩镇割据长期化的局面。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社会更是陷入了彻底和全面的礼崩乐坏，弑父、杀兄、篡位、政变等现象极度频繁，各方势力你杀过来，我杀过去，许多政权迅速崛起，又迅速垮台，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完全被抛弃。因此，从唐朝中期开始，已经有许多儒家士大夫开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感到深刻的焦虑。欧阳修认为，五代之际，君臣父子的秩序完全崩溃，简直乱到了极点。他在五代史记里以一种无比痛心的语气说道：五代之乱极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王安石也说过，故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更令儒家士大夫们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异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比如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因为崇信佛教，就在杭州大建寺庙和佛塔，包括著名的雷峰塔、灵隐寺等等，当时的杭州就有佛国的称号。再比如后唐的君主李从珂笃信道教，五代十国时期，许多政权都是武人把持，他们信奉鬼神，崇尚暴力，目无纲纪。儒学不再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士人无立身之地。这都使得唐宋之际的儒家士人们感受到了远超前代的焦虑感，因此他们几乎是本能地想到用更严密的方式将一切不利于三纲五常的缺口填补起来。为此，石介写下了《春秋说中国论》，以尊王攘夷为当今天下之急。石介又写了《明四书》，主张全面强化王制，以改变礼乐和行政制度荒废的状态。这里说一下，四诛是《礼记》里提到的4种该杀的人，比如玩弄语言、辨析概念，让人分不清上下尊卑的人就是该杀的。再比如制造淫声、易服、奇迹、奇器，这里的淫声不是指色情的声音，而是指煽情的、有感官刺激的音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穿不合乎名分的衣服，用新奇的技术和物品吸引大众的人，也该杀。在儒家看来，审美的多元化就是礼崩乐坏的前兆。一旦大众开始追求奇特，开始标新立异，就容易放弃正统，最终导致社会风气崩坏。再比如那些观点不正确但口才出众、博学多闻的人也该杀。这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儒家思想专制的一段表述。面临唐宋之际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入侵，儒家学者们几乎是本能地强化了这样一种防御机制，通过不断地贬低夷狄的饮食、风俗和宗教，申明华夷之辩，以维持儒家正统文化的优越感。再比如欧阳修则写了《正统论》《春秋论》，强调王制和儒学的大一统，反复强调夷狄、佛教和道教的危害，写《朋党论》强调君子小人之大防，写《患者传》讲述女性和宦官的祸害，表彰忠孝节义。唐宋8大家之一的曾巩还有更直白的表述，他说：一行者有诸，一言者有尽。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之所以安定，不在于制度是否公平合理，而在于意识形态是否足够统一。只要思想高度一致，哪怕制度有瑕疵，国家也能长治久安。反之，即便治理得当，只要存在异端，就必将天下大乱。更搞笑的是，宋代的儒学家甚至连李世民与魏征这种儒家的君臣模范也要批判，比如认为魏征曾经在太子李建成那里工作过，所以即使后来在李世民那里成为了一个贤臣，也不足以称道。宋代儒家不仅不欣赏唐朝的这种有限的包容和开明，反而认为正是因为唐朝的这些开国领导者自己都破坏了君臣之道，所以唐朝后来才礼崩乐坏，纲纪堕落。天下可以没有魏征这样的贤臣，也不能失去了君臣之道。这种思路就是完全不顾事实了。他们不是从权力过度集中的角度出发去反思王朝命运，而是反过来认为一切乱世的根源都是因为没有彻底贯彻君臣之道，以及放任异端思想蔓延。这种带有教条化、神圣化色彩的历史总结，最终导向了一种越来越极端和僵化的状态。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退行。
我们说，一个人在遭受了创伤事件后，常常会退缩到更加依赖、恐惧和非理性的状态，他会减少对外部的探索欲和好奇心，会更加强化甚至是神化自己传统的价值观，拒绝反思，躲回那个最熟悉的母胎状态。他也会表现出更强的精神洁癖和控制欲，试图通过强化原有系统的纯洁和纯粹性来消灭一切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种对纯洁的追求和对异己的排斥，并不意味着这个系统的强大，反而是脆弱的表现。他不再有信心去面对一个开放的、复杂的世界，不再相信自己能与他者展开对话，只能通过建构一个自洽但却封闭的系统来让自己不崩溃。这里再多说一句，这种文化退行在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每当中国文化遭遇到外部冲击，比如佛教、异族文化，包括后来的西方思想，常常使自己退回到更加原始和僵化的状态。典型的例子就是义和团、大跃进与文革。不过，欧阳修、石介等宋儒虽然很焦虑，但他们所提出的毕竟都还是一些形而下的措施，一些面对外部威胁的具体手段。然而，如果儒家士人自己都开始对儒家伦理产生怀疑和动摇，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危机。程朱理学比其他的宋儒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敏锐地发现，在那些诸如藩镇割据、夷狄入侵的危机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更加深刻的精神危机，就是士大夫阶层自身对儒家伦理和宇宙秩序的全面动摇。理学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最核心的问题，他们要给儒家打上一个更全面的补丁。下期视频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理学是怎样回应这种精神危机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